西。调皮老爸旅游去东浦温泉出发喽！早安，我是调皮老爸，用脚步替生活画出不一样的风景。今天是我们在南投县信义乡第2天的旅行，从地轮温泉度假大饭店退房后，带各位用双脚去走访彩虹瀑布、东浦吊桥，沿途上都是让人心情放松的美景。任何时候按下快门都能捕捉到美丽的瞬间。现在我们从饭店出发，前往第一站彩虹瀑布。从饭店出来左转，就会看到指标，距离彩虹瀑布 1.2 公里。等一下要去的东浦吊桥，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600公尺。要走访东浦村，搭乘公车也可以抵达。从水里火车站转乘6732、6734公车，终点站就是东浦，下车的地点就是东浦吊桥。要注意的是，搭乘火车到水里站的班次很少，而且只能从彰化站开始搭乘。可以看到，走在马路上的游客很少，一般会住在东浦村的游客，退房后几乎都会直接去爬玉山。很少像我们一家人这样悠悠哉哉、无所事事的到处乱走。像现在这样走在路上，没什么人，没什么车，静静的呼吸新鲜空气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棒的假期。I'm letting go. Oh, 现在我们走到了东浦国小，从这里可以清楚的看到地轮饭店。现在的云层比较厚，说不定再等一下就可以看到远方清楚的高山喽。虽然东浦村看起来没什么人，但其实这里还是具备基本的设施，像是这条路上有学校、派出所、卫生室。卫生室其实就是像诊所一样，提供医疗上的协助。如果各位来这里游玩，需要看医生，可以先来这里寻求帮助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岔路，这里有指标，我们在这里左转，上面有一个造型很特别的房子，那是东浦景光山庄，要带着警察服务证才能登记入住。景光山庄是日据时期留下来的建筑物，当时新建的时候都是挑在很棒的地点，像是泰安、古关、景光山庄都是盖在温泉的源头。这个斜坡旁边有个小小的空地，如果各位开车前往的话，可以考虑把车停在这里。整个东浦村只有一个收费停车场，在东浦吊桥的旁边。看到阶梯了，但小朋友突然说要休息，不想爬了。其实我也能理解，毕竟昨天爬了塔塔加，想必他们的脚也酸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分头行动，我继续朝着彩虹瀑布前进，老婆带着小朋友在东浦村到处走走。我现在走的这段路是比较少人走的路，一般想来彩虹瀑布的游客都会建议导航盛华温泉大饭店。从那边上去可以少走很多路。我现在走到了一个停车场，这里还有很多车位，楼梯走上去就是盛华温泉大饭店。在盛华饭店旁边有个水泥地的斜坡，上去就会通往彩虹瀑布了。在走上去之前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在登山口这里有一个小桌子，上面有摆放一包一包的橄榄，还有绿挂咖啡，但好像觉得哪里怪怪的，怎么没看到老板呢？这是东浦村的一个很特别的商业模式，良心商店。今天带各位去的景点，到处都可以看到没有老板的小桌子、小摊位。除了出自于老板对游客的信任，其实老板也是真的忙不过来。一方面要带着菜到山下的市区卖，一方面也要顾及东浦村的游客及居民，一方面又要照顾农园。在分身乏术下，只好在东浦村使用良心商店的方式来卖菜了。一开始走上这个上坡，我就开始庆幸，好险小朋友没有一起来这里。这个斜坡真的很陡，旁边有阶梯，说不定走阶梯会比较好走。这里有标语提醒游客不要开车上山。这条路比昨天在塔塔加爬的大草原步道还累，都没有半个阶梯，一直都是很陡的上坡，双脚有点吃不消。还好周围的景色蛮优美的，让我更有动力继续往前走。
想不到在这个步道里竟然还有房子，在房子这里有个指标，距离彩虹瀑布还有300公尺。看来这条路虽然很陡，但也不会太长，再撑一下应该就会看到瀑布了。这里是恩典小站，有卖咖啡跟爱玉，不过今天没有营业。这里应该是个观景台，只是现在雾比较浓，看不清楚眼前的景色。继续往上走，还有其他的房子。这里是有提供泡汤的民宿，住宿1人500元，泡汤1人200元。这里有个彩虹的图案，我们在这里右转，走进了一个石头步道。这里开始出现了阶梯，呼吸稍微可以慢慢调整回来了。我们来到了一家无人商店——爱玉小站，1碗34元，也是自己拿碗装，自己投币。这里有一个大石头，供奉着一尊佛像——石岩观音菩萨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已经可以隐隐约约的听到潺潺的流水声了。现在我们来到了彩虹吊桥，雾很大，这样雾蒙蒙的看不到尽头，我还蛮喜欢这样的画面。从刚刚登山口到现在，几乎没什么游客。明明是连续假日，但却在这里感受到无比的悠闲，无比的自在畅快。现在我们要走下楼梯了。这里有个指标，距离彩虹瀑布还有200公尺。眼前的这个瀑布是情人谷，上面有很多水管。我们来走下去看看，来寻找最佳的拍照点。如果要拍照的话，就踩在石头上就好了。虽然这个画面看起来是在水里面拍摄的，但其实我是站在石头上，毕竟这里来往的人潮比较少，尽量让自己身处在安全的状态下。接下来的楼梯稍微有点陡，大家再加把劲喽！我们离彩虹瀑布越来越近了。有没有看到前面的瀑布？湍急的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，现场看真的非常震撼。或许是昨天下过雨的关系，今天的水量非常充沛，画面非常好看。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夏天来玩，站在瀑布下面，让水汽打在我们身上，非常凉快。而且这里也有很多石头可以踩，走起来不会很困难。回程的时候，再次经过彩虹吊桥，雾散掉了，远方的高山也出现了，心情也跟着美丽了。我才发现，原来刚刚爬山的途中，身边这么多美景啊！回程，我从盛华大饭店的另一边下山，带各位看看，如果直接导航盛华大饭店，会经过什么样的风景。现在我走回东埔国小，跟野猫军团们会合。校园走廊有书架，老婆在这里念了几本故事书给小朋友听。小弟怎么没有走我们跟你讲的秘密通道？我想说走不同的路看看啊。那个就是不同的路啊。在教室外面就可以看到辽阔的天空、绵延的山峦，真的很喜欢眼前的这一幕。阿碧来吧，预备开始。好，韵伟加油！好吧，这是秘密通道啊，本来叫你走，不过你不是走那条路回来，你没办法。因为会不会太重啊？不会，就是这里。然后我们
带宝贝走一圈啊，然后看宝贝要不要再去那个香菇家那里看一下。哦，就回到刚刚的景光山庄啊。这里很滑，刚才我们两个都滑了一下下。哦，我刚刚也滑倒了。哦，哇，你们竟然找到这里哎！你看我们自己在这里冒险也很好玩吧？街上有一些特产店，我们来去逛逛吧好。你带我去看。那我帮你用很特别的，阿弟用钱，给我一些钱。好，谢谢你。这附近也有不少的饭店跟民宿，从外面公告的价格来看，看起来不会很贵。现在是下午2点，很多餐厅都休息了。我们走回地轮饭店对面的玉山楼民宿餐厅，还有在营业，就在这里吃了一些小点心。因为晚上有订度假村的晚餐，所以现在这餐就没有点很多。我们点了2样蛮特别的料理：酱笋煎蛋、三枪肉。酱笋煎蛋乍看之下有点像菜包呢，但它其实是切碎的笋子跟着蛋一起炒，吃得出笋子清脆的口感。好吃啊，吃吃看吧，一个而已，你就一小肉肉好不好？吃吃看，好吃好吃像肉燥一样，啊，好好吃的肉肉，像牛肉一样哎，好吃吗？好吃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沿着山路往下走，来带各位去东浦吊桥了。现在开始下雨，老婆带着小女儿找个地方躲雨，大女儿撑着伞一起跟我去冒险。高山上的天气就是这样，如此多变化。整条山路旁边都有设置人行道，沿着人行道走下山，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远方的吊桥。哇，这边视野不错。你看，啊？喂，吓了我一跳。我们来到了东浦吊桥的路口，在路口前面也有良心摊位，节瓜1包100元。搭公车到东浦站的话，也会在这里下车。这里有游客中心，里面有很多座位，环境维持得很干净，跟其他良心商店一样，这里也没有看到其他工作人员。想要买饮料或是泡面，都是自己投钱币，自己倒热水。还没正式进入吊桥，在路口这里就可以拍到美美的风景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走下楼梯，开始我们的旅程。游客中心下方除了有厕所，还有简单的淋浴空间。东浦吊桥这里有一个东浦停车场，当日收费最高200元。像有些隔天要登玉山的游客，也会选择在停车场车泊。终于看到了东浦吊桥，先来拍一张照吧。这个良心商店卖的是木玫瑰，木玫瑰看起来像是咖啡色的干燥玫瑰花，但实际上它是活生生的植物哦。哦，你要走前面了，可以吗？快点，瀑布。那里哇吼！这边彩虹瀑布吗？哎，那个不是，可是它也蛮漂亮的。没事，我慢慢走，我等你哦。哇，这个景太棒了吧！这个比较好，这个角度看。哇塞，这空的哎。是小花哎。对啊。哇塞，我们站中间这是空的，太恐怖了吧！我现在才发现呢。我早就发现了。呼呼呼！就可以看下面呢。对啊，你会不会害怕啊？我这里不会啊。我觉得很恐怖哎，你要再看看。看下面会恐怖吗？你要看看。会啊。太恐怖了，我们还是站木头的吧。这也是吧？哦，小瀑布哦。对啊。对啊。那里也有小瀑布。对，没错。那里也有。这个桥它很高，所以可以看到好多瀑布哦。那里也有瀑布，这里你看。没有人等我，刚刚没有人等我。因为看我，因为这个很漂亮哎。哇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。对呀、看得到瀑布又看得到山。对啊。这里很安静，没有别人，只有我们。我跟大女儿都很享受这样的宁静，像这样静静的翱翔在群山之中，就是一种放松。走到桥的对面，还有阶梯可以走，我们来上去看看吧。走完这段阶梯后，来到了一个岔路，左边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入住的地轮大饭店，右边可以通往八通关古道。
八通关古道会通往父子断崖，也就是难度比较高的山路。等小朋友再长大一点，我们再一起冒险。东埔村附近还有很多景点可以走访。今天带各位走的是比较亲民好走的路线，我很喜欢这里，独自享受深山的宁静，让我的身心都感到放松。下一集要带各位走访一个小木屋度假村，在这里看到了又是不一样的美景。在东埔村的夜晚，绝对少不了丰盛的桌菜以及露天温泉池。下个礼拜我们再一起呼吸新鲜的空气吧。调皮老爸，祝你有个开心的一天。